好了，那么今天小狼是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啊，叫做顽皮狗。其实这个咱们看这个小狗啊，这个动个逼形啊，流鼻涕。其实这个狗啊非常可爱啊，这很多人都以为顽皮狗呢，其实按理说是一个公司，游戏公司，但是咱们做这个顽皮狗呢是 FC 顽皮狗，这个狗非常非常的可爱啊，在这里呢我也只能跟大家伙说一下，非常逗。好了，那旅程正式的开始。这里面呢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个狗呢有很多攻击方式啊，比如说用嘴咬，比如说扔这个雷，其实正常来讲呢，就是一顿神扔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扔雷、打 BOSS 还有过关都是用这个雷，是最方便啊、最直接的一种方法。那这一次的操作者呢，是来自于咱们的叉欧阳锋啊，也是一位咱们平台里的一位高手啊。在这里呢，小狼可以告诉大家啊，这个咱们这个高手呢也是玩过很多的 FC 游戏啊，都是非常经典，并且能够获得一些这个，比如说像一命通关或者是教程通关，在这里呢是非常感谢这位大神。那么同时呢，咱们大家伙儿现在也可以打开这个应用市场来搜索一下飞熊视频 APP， 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当中屏幕当中这个二维码，然后呢可以在这部视频的 APP 这个里面留言呢，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，大家伙儿可以来这个试一下，来看看过程呢。基本上一个地图呢，就一个关底啊，就是两个地图到3个地图之间。然后呢，关底呢就是一个特色的 BOSS， 然后每一个 BOSS 呢是有2个大管的血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大伙儿懂的啊。然后这个游戏好像看起来跟这个超级玛丽还差不多，你像吃这个钻石吧啊，咱们就是说是差不多呢，其实并不是差不多啊。吃这个钻石呢，咱们是可以这个啊，就是像奖命一样。左下角的这个狗啊，这个顽皮狗这个狗呢，乘以多少就是人。上面这个钻石呢，一旦到100呢，就会重置啊，99之后呢，就100重置，然后到呢，咱们就可以奖一条命。然后再往后呢，咱们看有这个血量，有加血，有钻石，有骨头，这些东西吧啊，该吃就吃啊，反正也无所谓。前面呢，咱们看看啊，就基本上告诉你，有的地方呢可去可不去吧。啊，只要你用这个雷的话。打 BOSS 最终啊就是非常简单，但是前面呢稍微难点的就是在于这个地图呢，咱们跳起来吧，有的时候呢需要小心一点，一个不小心掉下去之后呢，咱们就要重新再跳回去。好，听见了，每一关的 BOSS 呢音乐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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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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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个小狗看起来多可爱啊！这个狗还长了2个獠牙。而且你看它空中出那个伸脖的姿势呢，还能漂移啊，还能漂移。第一关属于比较简单，给你一个台儿，然后它基本上是打不到咱们的啊，它基本上是打不到咱们只要站在这一个台儿上，一顿扔雷就可以了。用雷呢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啊，就说白了就是你从头到尾你就用这招就可以了。来看看第二关，看起来这个地图呢比较平民化啊，是很多什么屋顶啊、什么过道、街道之类的。咱们还有机器狗啊，这狗老可爱了，你摇尾巴，给空中漂浮的时候尾巴还能撩起来啊！哎呦我去！说句实话，这个名字呢还算不错啊，就顽皮狗。这哥们儿呢，你看音乐虽然说每一关都不一样，但是音乐呢都是非常诙谐幽默的。然后这个狗呢站时间长了不动啊，就跟我刚开始上的时候站时间长了不动呢，这个狗呢会出现一个动作啊，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动不行了啊，有的时候这个发出蒙圈的这个感觉。其实这个游戏还算是比较简单，咱们大家伙儿你们可以去试玩一下吧啊，就是基本上呢，因为它血比较多啊，不怕呢是受到攻击。主要难点呢在于地图的掌握，或者说是在打 BOSS 的时候呢，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规律你掌握不好呢，非常难。当然，这个地图呢就必须要从上面跳，你要是想飘过去啊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！你要想飘过去很难。咱们呢跳的不能跳得远，但是咱们能滑过去，这也就是这个人。但你滑你懂的啊，滑不是平移，而是对吧？而是慢慢往下滑，这个没招啊。好了，你看这是一顿俯冲直落。非常帅气啊！小音乐，各种各样的这个风趣幽默吧啊！其实这个顽皮狗它是有主人的啊，咱们这个顽皮狗就是为主人这个干活的那种感觉。咱看这个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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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关就有一定难度了。它难点呢不是因为这哥们儿呢能打着咱们啊，其实这个 BOSS 呢，它的扔石块的追踪咱们呢，其实是效果没有那么好。而这帮人你可以看到啊，一个老爷车上面一共装着几个人？上面一共装着7个人啊，传说中的葫芦7兄弟啊，
全真七子啊，武当七侠啊，就是跟七有关。但是你打起来你会发现呢，咱们呢从上面往下走呢，你只能走下去，但是从底下往上跳呢，可以穿越这个石块，所以从底下往上跳呢是比较简单。啊，打爆之后呢，咱们直接过关。基本上前2关呢属于稍微的啊简单一点，再往后呢这些关底啊，它也不能说有多难，但是至少呢不能那么容易吧。有的时候 BOSS 呢，它的攻击攻击呢，就比如说它撞你是一种攻击，然后还能发出一些小球来打你，也是一种攻击。这种攻击呢，咱们没办法啊。好，咱们从房顶上走。哎呀，哥哥，你这怎么看啊？非要费这么一点血？你说往那个仙人掌啊，这个东西就不叫仙人掌了啊。按照我的理解，它应该叫仙人鞭。你说你往仙人鞭上跳，你这那不得给你屁股扎错环了啊！刚才你看就捂着屁股啊。好了，哎呦，滑下来。遇到钻石呢，咱们其实就这个东西吧，就说白了可吃可不吃啊。然后，但是这个游戏不要认为这个游戏呢是无限时间的啊，这个时间是在底下是有时间限制。好了，落下来。为了吃个骨头啊，这个甘愿被扎一下。咱们可以看到右下角呢，就是这个游戏的血量，血量很多，其实扎不扎也无所谓。好了，一小浣熊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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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小曲儿确实很有意思啊。但是呢，这每关的曲儿虽然说都不一样，但是 BOSS 的曲儿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咱们只看每关过关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。正常的这个关底的这个背景音乐啊是比较经典的，后面那个音乐呢就是太经典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所有的关底都是一个音乐。怎么看？好的，这一下被砸扁了，没招啊！这种情况下就是被砸了之后，你只能干等。所以说，对于地图限制啊，咱们还是有一定难度。小白鼠，哎，赶紧飘过来！这个如果一旦再被砸着的话，咱们还是变扁啊。但是变扁呢，不代表咱们死了。哎呀，哥哥，好了，您可是中一个刚才碰到怪物的废血量啊，也不愿意被砸到。哥哥，好了，这一次被砸也无所谓。这是3个台，然后加上一个雪橇车。这个关呢属于雪橇关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前面好像有一个巫婆，后面拉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头，是不是啊？老太太啊。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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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小曲儿太可爱了。当然，这个游戏啊，其实要说解说呢，就是解说过程。游戏剧情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啊。这关呢，其实有一定的规律啊，比较简单。后面不是啊，前面是一个巫婆的模型，后面是个大猩猩啊。好了，第3关，它每一过关呢，这个关的这个图形啊，图像就变成了这个灰色的，也就是代表你过关了。啊，这关好像是有点类似于像这个祭司用的大石头块，这哥们儿有点像神农架的这种感觉啊，就灵异生物啊。当然，不管它是不是灵异生物呢，一个炸弹也就直接可以炸死。咱们还有鸟人啊，还有鸟人。这里面好像咱们的骨头都是必吃的啊，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。你看啊，反正有骨头必吃啊。你像什么奖命啊，那些家人啊，像钻石啊，可吃可不吃。骨头呢啊，就是给人一种要必吃的节奏啊。好了，你看到处是陷阱，这石头设计的也是非常恶心啊。好了，这个左下角的骨头不吃了啊，太过于墨迹啊。好了，漂浮。你看有的时候像这个伸出脖来漂浮，这个啊确实是很有用处。好了，立马画风一变，咱还是传说中的鸟人啊。这个雷呢有什么效果呢？它不一定非得砸中人，它砸到地下之后呢，冒出这个水这个炸花呢，也是可以对这个怪物受到一定影响的啊。怪物如果要是延迟飞过去的话，也是会被炸到。好了，打的稍微的规一点啊，因为毕竟呢这款游戏也是第一次做啊，咱们做一个教程。如果以后呢有一些这个专业的玩家来打的话呢，咱们也可以做一些什么速通啊，或者说极限的这个通关之类的。咔就摔呀！好了，这个明显，这个不就是这个怪物不知道怎么设计的，明显就是那个夹子啊，这明显就是一个纯夹子。好了，你看这个地方像冒险岛里面的环节，冒险岛里面不也有这种鸟，然后进行这个从下往上突袭吗？好了，钻裆过来。
地图呢设计的还是挺巧妙的吧。我觉得这种游戏设计呢，确实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是说看起来啊比较这个恶心，但是其实还是很简单的，因为这个狗啊操控起来不像咱们想象中那么难，它在空中转向或者原地起跳。你可以在空中任意一个地方落地，而且还有一个漂浮的这么一个技能，那更好了。好了，这是原始人，你可以看到这是石头块原始人，它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打着鱼顿乱蹦，但是呢蹦的话呢，他们也不会轻易的撞到咱们。扔出的这个黄色石块呢，咱们可以在一定距离内啊，可以快速的躲开它。当然呢，这也是需要这个。好了，这一次被打中，这有点没掌握好。其实像这样的话，其实可以跟他拼了。他发射刚才那种骨头子弹啊，这种骨头子弹呢是上下弹，想要钻裆的话挺难的，但是不得不承认啊，还是可以跳过去。他扔石块的话呢更简单了。这关呢稍微有点难度啊，因为他各种乱蹦，如果你预判不好的话呢，效果还是不太好。这还又是被捆了啊，狗和那个主人直接被捆。啊，这一关有点大自然的风范啊，这各种小蜗牛。这明摆着，这不冒险岛吗？啊，各种小蜗牛啥的啊，直接跳过来，还是微微的节省一段时间吧啊。毕竟呢，这个游戏要是打内涵的话，这个游戏内涵不算太多啊。如果说要是打这个游戏要进雷，我都没法想象啊。这个难道你打 BOSS 用牙咬是不是？啊，来看这个漂浮这招好使啊，向日葵，植物大战顽皮狗。哎呦我去，这是这大兔子啊！噔噔噔，说这有奖命，其实这个游戏命也没啥太大用处。好了，人头马，这个地图有点幽灵事件啊，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地图，然后里面有一些这个国际象棋的马啊，你说这真是自卫了啊，都是啊，跳起来，然后从上方一顶。好了，看刚才这个画风看起来像啥？这个画风看起来很可爱啊，直接走下方。地图呢可以基本上说可以这个来回走，但是呢，它每一关啊，这个画风基本上就2种画风啊，不会多出第3种画风这种感觉啊。落到这一关 BOSS， 这关呢咱们就管它叫大长脸吧啊。基本上就是我小的时候吧，我没玩过这款游戏。那我呢是在这么说吧，我们家附近还没有，我是在我们同学啊，我们同学家是离我们家比较远，这个他家有一盘这个带，然后呢，当时呢我借过来玩啊，然后这么说吧，我第3关就，反正但是我们那边有一个游戏高手啊，属于什么什么游戏呢，钻研几下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我拿这个带呢，就到他家玩，然后他玩了1天之后呢，估计也就见着这个大长脸吧啊，然后这个。再往后呢，就拉倒了啊，反正也没有什么心情玩。那时候家长不让你玩啊，一天天的就一玩，那就对吧？一玩那就没谁了啊，就比较嘚儿，就是玩着就是啊，就是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玩着就不让玩了，赶紧写作业去啊。好了，这个地图呢稍微有点难度，它有这个流沙，倒不是说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啊。一会儿呢，主要是地图没多难，最难的地方呢是啥呢？是打 BOSS 的时候。打 BOSS 的时候呢，咱们就是在这个沙子里面打，啊，这个叫做这个走，我们就是叫走则沙也行，或者说是泥潭也行，或者沙潭，基本上就是你往下陷，你怎么才能不陷进去呢？就一直点跳。但是呢，你打这关 BOSS 你还不能一直跳啊，你要一直跳的话，在上面，你要在上方的话呢，它还能打着你。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自己沉不下去又埋不了，然后冒一个头。在这个冒头的一瞬间扔这个雷，这一点是非常赖的啊。好了，看看这个各种沙漠沙蟹，加上一些什么仙人蛋啊，刚才那些仙人球是不是啊？大仙人球啊。好了，走到底方密室，进入到这个密室当中，有点像埃及法老王那种感觉。这个顽皮狗感觉好像这个狗经历的很多啊。这空中掉下来一个1000梯，有那么沉吗，哥哥啊？啊，这明显是诈尸。看来这个顽皮狗也是一个盗墓的高手啊！哎呦我去，这哥们嘴也太大了，这嘴啊！你看，能射出一个这个顽皮豆，你说啊？好啦，又是小沙蟹。
沙蟹啊，一说起沙蟹啊，就给人一种这个收嗨的感觉啊，就是梭哈，就不知道为什么玩牌啊，就有的人管它叫沙蟹啊，就扑克啊。哎呦我去，100踢啊，这100踢砸完懵逼了，一下就缩脖了啊，又被擦了。虽然说比较悲惨，但是情况也就是那么个情况嘛，也不是太悲惨嘛。砸完马上就走了。好了，看一下这关 BOSS， 这关 BOSS 呢明显是有点中东气息，一个人蹬自行车啊，然后呢这个后面有一个长官在指挥。咱们打他的话呢，一定要在这个沙子里面打，但是呢你要陷进去那就嘚儿了，你要必须点没事多点几下跳，看不看见？但是也不要太冒头，这就是小跳，加上这些血基本上差不多了啊。这个关底呢，其实就是很多人当时不会打嘛啊！我记得我那个朋友也是玩到这儿就嗝屁了。好了，炸完之后直接炸裸了啊，裸体狂，没谁了啊！好了，再次走完一关啊，那边呢已经掌舵了，这边再掌完也就那么回事。这基本上就属于大岛屿的节奏啊！咱们看这是沙漠里的最后一只鸵鸟啊，加上大猩猩，这绝对是超级自然关。这关各种大金刚啊，这是看起来好恐怖啊，好恐怖！啊，一顿飘，有的怪物不用管的啊，这种怪物卖萌的啊，3毛，哎呦我去，还会薅油根呢！这鸵鸟这小3毛不错哈，再飘一个雷。你看像这种骨头啊、钻石啊，想吃啊都能吃到。但是呢，也没太有那个必要吧啊！做人嘛，不要太贪，什么都吃，那不是多费血嘛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要追求极限的人也可以啊，追求极限的人那就随便了。好了，这明显是仙人掌的节奏啊，不是仙人掌，那个刺猬猬啊，刺猬，飘一顿飘。其实如果要这个游戏啊，地图设计的比较正常一些，然后如果没有这个漂浮的话啊，那这个游戏我觉得真挺难的。它这个漂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一个远跳的作用，虽然说往上跳你是没什么太大招式的，但是呢你远跳啊还是比较靠谱的。好了，大家操作好的话，基本上不会出任何的瑕疵吧啊！哎呦，这个大刺儿，看没看？这个就是刺猬猬啊！好的，这是小猴。你说它是羊还是猴啊？明显就是一个羊和猴窜种了，肯定是这样的。来看看第3个地图，又是来到了这个埃及的风格啊！这埃及里面居然是有大金刚，你这是怎么个情况啊？他用这个骨头呢，是可以变换自己下方的这个技能。比如说你没有血的话呢，可以用这个骨头啊，然后来加血。大家伙儿懂了啊？好了，这一关呢是有地下2个坑，这2个坑啊，基本上就属于让咱们自己无敌了。它呢往下可以拉弹，但它拉弹呢就是提前有一个上升的动作，在上升的一瞬间咱们就可以反应过来。所以说这一关呢没什么太大难度啊。一顿飞炸，哎呦我去！这关非常配合吧啊！扔出的这个石头块呢，对咱们基本上造不成什么影响。你看蹲着还能扔雷，这就光这一点啊，就已经是赖到爆了啊！丢！啊，这个顽皮狗给它套鸟了啊！好，来到这边的一个环节。其实开场也是有 A、B、C 的选项啊，这一关有点像度假村。各种什么蛤蟆呀，什么之类的啊，像蚂蚁呀，不知道以为欢乐谷呢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你看这个怪绝对是在 FC 游戏经常出现，比如说像咱们之前做的那个叫什么来，叫踢网，不是叫踢网，叫什么来？大力工头啊，大力工头啊，就有这个角色。再有就是好像宾尼兔啊，宾尼兔就是兔宝宝历险记啊，也是有这个。你看这大椰子树啊，已经是13条命了啊！要想奖命啊，这个游戏奖命奖的很多啊，你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没吃，但是奖命呢不能作为一个这个技术的突破手段，因为这个命它有啥用啊？其实对于基本上属于没啥太大用处啊。
哎呦哎呦我去！好了，这是传说中的武汉市长江大桥啊！哎呦，大龙虾，我去！大龙虾非常帅气啊，一看就非常好吃。奥龙，哎呦我去，哥哥，你真的假的？这大鲸鱼啊！你要说鲨鱼也就算了，是个鲸鱼。好的一个乌拉，咱们看这小龙虾，好吃啊！那个江苏有个什么地方来着？木字旁的两个叫一个鱼一个夷不是什么的啊，反正那个江苏那个地名叫什么？有个县啊，小龙虾特别好吃啊，太肥了。当然，其实这个地图呢难点呢也没有多少吧啊，这个乌鸦呢有时候挺讨厌，但是也就那么回事。哎呦，这龙虾！个勾引鲸鱼啊！好了，这个是一个 F1 赛车。这个 F1 赛车呢，其实它也是会跳起来的啊，它会追到你，但是它对咱们的攻击方式呢比较单调，无非就是找机会撞咱们啊。这个前期它第一个形态，咱们看打完之后，好了，变第二个形态还能继续的打，连炸2下。咱们看蹲在上方跟隐身了一样啊，这个狗啊。好了，跳起来。第二个形态呢，就是速度变快，但是也就仅此是速度变快而已。它快速窜一段时间呢，会停留一阵儿，对，就停在这儿，然后让你们连续的炸，再来2下。好嘞，好了 ，F1 赛车啊，最后的轱辘都滚了。好了，那么看来还有2个小关，这都已经掌舵了啊，左边和右边都已经完结。这一关是水关，但这个水关呢，以这个玩的方式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超级玛丽水关嘛啊，对不对啊？要不就是咱们之前解说过那个小美人鱼，我说错了吗？啊！哎呦，这小螃蟹，这个小鱼雷呢肯定是不能碰，刚才也是不小心碰一下啊。哎呦我去，这鲨鱼没一个狗大，谁信呢？好了，都看这个惊喜鱼啊！你看那个鱼那个眼神儿。刚才左上角那个鱼那个眼神啊，那确实是好恐怖啊，好邪恶。但这个鱼太可爱了啊！好了，在这里咱们可以看到，现在选择了用这个喷枪，这个发出狗汪的声音啊，这个声波攻击。这个攻击是直线攻击，但是这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用啊。按理说呢是没有雷好用啊，但由于它是直线，而且速度还很快。所以说吧，也可以这么去用。吃这个骨头的话，就像沙罗曼蛇一样，你可以选择一个东西可以去补。沙罗曼蛇虽然说没有血，但是它可以补这个什么防弹衣之类的啊。好了，看看，哎，再次换成雷，扔手雷，作为一个海底的遗迹啊，可以看到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啊，该游就游。能不打就不打。小的时候经常看一些电影啊，就是在一些这个很多人喜欢玩那个潜水，然后在一些这个海底遗迹啊、什么船当中啊，找到一些金币什么的。哎呦我天！哎，小时候就特别幸福，就想潜水。现在我想啊，正常人啊，他想潜水，他都潜都潜不下去啊，这多难呢？你说？好的，看这小狗刨啊，爬了，还能扔雷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带飞机的大长脸。这明显比较老实，它呢就是非常灵活。咱们打它的话，最好是等它落下来的一瞬间打它，也可以在它落下一瞬间炸它。它的第一个形态的难度呢，其实就是跳来跳去。第二个形态呢，稍微有点难度吧啊。这个正常来讲呢，第二个它就会来打你，而且呢会停在空中很长时间，至少呢你会觉得它很磨叽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你打不着它，当然它想打到咱们也特别难啊，就是因为你可以躲嘛，对吧？跳2下之后，就跳着这2下，然后你可以打着它，还有落地的一瞬间。咱们看刚才扔的有点节奏不对，如果连着扔的话 ，BOSS 也是有这个受创保护的，就是说它闪光的一瞬间呢，咱们也是打不着它的啊，不能连击。如果能连击的话就靠谱了。好了，最终还是给炸爆，这样的话这关也是搞定，然后还剩下最后一个关。最后这个关底呢，其实怎么去解释啊？哎呦我去，这大飞虫！这一关这地下是草莓吗？这是蝴蝶结的云彩啊，加上草莓的这个装饰，然后底下还有棒棒糖。
这一关明显是给小女孩设计的啊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啊。本身大家伙都知道啊，说这个女孩爱狗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就是就为什么很多人就骂人就说狗逼。哎，开玩笑啊，这段掐了别播啊，这段掐了别播啊。但是这个正常是跟你讲啊，女孩爱狗，所以说一些做这样的游戏呢，一般来讲就是给女孩做的啊。那很多人说那女孩爱狗，男孩爱猫吗？其实我想说不是这么回事啊。男孩呢也有爱狗的，但爱猫的也有，但是不是那么针对啊。人家说啥呢？说好女不养狗，好男不养猫。说好女不养狗是因为啥呢？这个狗啊，就是作为一个宠物吧，它可能就比这个男朋友还要重啊，甚至还能代替男朋友啊，你懂的啊。至于怎么代替，你们自己想去啊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男人不养猫，为什么不养猫呢？你们去搜索一下啊。养猫的人，男的吧啊，就是有个男的养猫，然后有一天呢，这男的做梦到就是发生一段，就是可能就是只有2、3个人，就是这个日本电影里面才能做的那个事儿啊，然后就可能就有点揪住了啊，就是你知道吧啊，然后这个猫就以为是老鼠，然后开玩笑啊，这都没有科学根据啊，哪有你这都是故事啊，没有那些特的这个科学根据的。但正常来讲呢，你要知道啊，因为一个狗啊，不是一个猫啊。这个他吃老鼠和吃这个鱼啊，是为了自己的视力啊。那他自己知道，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啊，除非是疯猫啊，那除非是那个 Tom 啊。好了，这个地图呢也就那么回事儿，该走一道也就走一道啊，然后随便滑，像这些小动物啊，小瘪盖子虫子啊，小瘪盖虫，然后呢，你看像小蚂蚁飞虫，很嘚儿的这个是啊。好的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挺难跳，看看这一下头上带个雨伞，这哥们开着轿车，还是个女孩子啊。2号飞车打起来呢，咱们看这个地图很恶心，所以打起来呢还稍微费点劲吧啊。这个地方是主要输出的地方，第一个形态，好了，第一个形态打完之后，它可以攻击咱们了啊。扔雷，哎，这一下，由于这个地图很恶心。知道吗？有的时候玩游戏啊，你会发现 BOSS 本身没多难，但是给你的地图正好是配合这个 BOSS 的技能，那你就没谁了。当然啊，也就是这么回事啊，难度也就是这么个难度。最后这小哥们被打爆，然后最终咱们和这个主人啊开着一个飞车啊，你懂的啊，然后一顿唰唰的往前飞呀啊，然后最后呢就是通关的动画呢，最终就是这个动画，然后一会儿呢有一个结局就是这个车。撞到了一个这个街道杆上啊，也这么回事啊。当然，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啊一个 FC 的游戏大神这个欧阳锋啊带来的这么一个精彩的视频。尽管呢可能不是很极限，但是也是让咱们找回了一定童年啊。如果你没玩过，那么这就是最好的教程；如果你玩过，这样的话可以补充你的遗憾。在这里呢，小狼也是恳请大家伙呢，如果没有订阅小狼啊，这个你可以选择先注册这个优酷账号，然后呢点击这个本视频右下角的订阅。从此呢，小狼的视频就会陪伴您左右啊。如果您失眠的话，可以打开本视频呢，可以去听一下。如果你睡不着觉啊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但如果你想小狼的话呢，小狼可以带给你一些淫荡的这些。好的啊，多说这些都没有用啊。这个千句万句不如一句晚安啊！当然听到这段话的人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能有多少啊。当然在这儿呢，也是祝大家伙呢这个暑假快乐啊，能够在暑期的末尾啊，能够找到一份纯真而美丽的爱情。怎么说呢？大家伙都跟单身狗似的啊！这个传说中单身汪啊。这样的话，今天视频也是暂时到这里就结束。咱们看最后啊，嘣撞到这个台上了，咱们快进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暂时到这里就结束，希望大家伙继续支持小狼解说，咱们下期再见。